接下来介绍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摩动核在2022年所出品的第一款拼手模型敖丙。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就已经完全是站在地上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了，因为这个盒子实在是太大了啊！我要是以就是平常视频那种平放的一个角度是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呈现在镜头中啊，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站着先做一个开箱。那么关于这款产品呢，其实已经有3年了。当年在这个刚出的时候，可谓是非常的惊艳啊，199，然后这样的量，再加上还有铁骨，还是一个主体带龙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在当年来说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款国模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外包装吧。外装方面就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峰会了啊。这个网上的关于敖丙的这个测评非常非常多啊，所以说这个峰会呢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然后盒子侧面呢这边展示了一些这个敖丙的一个主体以及这些武器配置。然后这个盒子上面呢就是一些这个敖丙的武器配置以及一些玩法方面。那么这个包装部分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下面直接把它打开，看看内部的板件到底表现如何。那么好的，现在呢我就已经这款敖丙的这个外包装打开了啊，可以看到内部塞的是满满当当啊。这里面一本说明书，然后一个这个售后啊，当然我刚才已经点完键了，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差错的，所以说这款这个点键的这个东西呢我就是用不上了。然后根据这个说明书里显示呢，一共是整整61块板件啊，整体的板件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相信我可能差不多得拼个2天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板件吧，整体的这个预涂装以及这个整体的质感依旧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经过了3年啊，这个模具呢依旧是没什么磨损。上面的锐度呢，以及这个预涂装的一个精细程度都是没有这个问题的。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盒铁骨了，这个铁骨的重量还是比较沉的啊，基本各个关节都是有配置到这个铁骨和 POM 的这样的一个关节的。相信整体拼完之后呢，这次的这个重量呢也会是相当有分量的。那么好了，板件部分呢，你就直接看到这里吧。主要是61块板件量实在是太多了，我没法去一块一块给大家展示啊。那么下面我就要开始这个巨大的工作量了，那么我们就把它拼完之后，再看看主体到底表现如何。那么好的，经过了整整2天的时间呢，这款摩动核的敖丙呢，我就已经全部的拼完了。整体拼装流程呢还算是比较顺畅啊，在国模里已经算是手感相当好的一批了。不过也确实啊，这个全身的刺啊确实非常的扎手啊，而且再加上它这个本身的合金骨架呢安装是比较这个紧的，所以说有些地方呢，我在往里安装的时候都不知道往哪儿下手啊。但是好在啊，这个最后呈现的效果，我觉得一切都值了啊。这条龙加这个人，整体大概那么多的零件，最后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帅的。然后呢，我们先把这条龙拿走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主体啊。这次的这个主体方面呢，整体就是一个蓝白，然后这个点缀一些透明件的这样的一个配色啊。整体来讲，我还是觉得非常好看的啊。本身也是一个类似于水系的这样的一个战士的设定，所以说整体的这个颜色搭调呢，还算是比较符合这个敖丙的一个身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可动性方面，首先头部就是一个带脖子的一个球冠，整体的这个灵活性还算是可以啊，但是这个头部连接的这个球冠啊是稍稍的这个有一些松啊，这应该算是这个模型本身的一个小缺点。然后手臂方面，首先是一个这个合金件啊，整体的拉开之后可以看到内部完全都是这个金属的啊，但是唯一一点就是这个零件比较容易脱出啊，这应该算是摩动核初期的一个设计失误啊。这个关节部分呢，并不是一个这个合金啊，是一个这个 POM， 然后再加上内部的这个空间呢稍微有些大，所以说你在上下移动的时候，说不定就会把这个关节整体的拉出来啊。但是好在这个空间比较大啊，所以说即使你把它拉出来之后呢，你把它直接挂回去，然后塞到里面也可以完成一个复原啊。所以说虽然是问题啊，但是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可动性方面，首先360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这个肩胛真的很扎手啊。然后这个合金关节呢都是比较紧实的，然后二头肌旋转依旧是靠着这个下半部分的这个关节，然后整体的手肘弯曲，当然是可以达到对折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啊。
然后这个手部呢，首先这个手腕这里啊就有一段可动，然后再加上这个手型这里的一段可动，整体的这个灵活性还是有保证的。然后来到这次的腰部啊，腰部我听说这个出版方面其实是有一些歪腰的这个情况发生啊，但是我这款呢其实还好，腰看起来呢还是比较正的。然后左右的一个侧摆，包括前后的一个活动都是正常一个模型的一个水平。然后来到这次的这个腿部方面呢，首先前裙甲，然后侧裙甲以及后裙甲都是可动的。然后首先前踢，哎，当然是可以达到90度的啊。然后后踢，因为这个后裙甲的微微有一些干涉呢，所以说大概也就80度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个这个根部的下拉关节，其实是可以解锁这个可动的啊。但是这个合金关节实在是太紧了，我玩了大概1下午了，但是也没有解锁出它这个前拉的一个可动啊。然后来到这个侧踢方面呢，由于这个没什么干涉啊，所以说达到90度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这个膝盖弯曲，膝盖方面呢，整体的这个关节还是非常紧的啊，所以说这里掰这个关节的时候还是稍微用一些力的啊，但是它不会坏啊，这一点还算不错。整体的这个角度呢，大概是一个150-160度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整体的联动呢还是比较不错的，上面装甲的一个位移以及这个大腿正面装甲的一个向下的一个活动。哇，这里真的是非常紧啊！我把它掰回去呢都要用一些力啊。然后呢，就来到这次的脚踝方面，左右侧摆呢角度还算不错，然后前后的一个活动呢依旧是没有问题。然后这次脚掌前端呢还有一个向下向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动。然后欧饼看完了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这个含沙龙。这条含沙龙整体的这个长度大概有1米多啊，整体是由这个16节这个部件来组成的，整体这个最后营造的这个气势还是非常足的。可以看到我这个镜头里都完全没法装下它啊。然后这个龙身与龙身之间的关节呢，其实是有2种选择啊。我选择的是一个这个万向节啊，这个活动起来比较灵活。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这个一个直装的这样的一个单动节啊，它只有一个上下这个方向啊，并不能像万向节一样比较灵活的可动，但是它的这个安装呢，相对来讲比这个万向节是要这个紧实一些的。但是我这里呢，为了这个把玩以及这个可动性呢，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万向节。然后这次的龙身呢，其实玩法也颇多啊，除了这个本身的一个摆造型之外呢，这个龙头这里是可以可动的，然后这个内部呢是有一个这个嘴炮的。将这个嘴炮翻出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套件里所附带的这2个特效件了。我们先将这个闪电特效件呢，这个洞口直接套在这个龙嘴的炮口里。套装完成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了。整体这个闪电特效件呢就已经非常帅了啊。此时我们再加上这个一个发射激光的这样的一个特效件。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类似于龙口喷射火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整体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帅。然后这次的这个龙爪呢，依旧是有着比较丰富的可动了。首先根部这里呢是有一些旋转，然后有一个这个手肘弯曲，然后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手肘啊，这次这个摩动盒都给配备了这个合金关节，所以说也保证了这个龙的质量呢不会太轻。然后呢，这个龙还有一个网上说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龙头两侧的这个带有球冠的一个脸颊是比较容易断的啊。我在这里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呢，确实比较容易断啊。我这侧这应该是面对你们这侧应该是这个左侧啊，已经是断了，我已经是用这个502是粘过了，所以说这一块啊真的很容易断。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入手敖丙的话，拼完这里呢，当时呢，直接就把这个关节拿502直接粘死啊，就不要再想着说什么我以后调一调可动了，就不要再想了，直接拿502直接粘死，就可以了。然后说完这2大主体之后呢，我们就来看到这次的一个配件。首先呢，就是一个这个普通的一个支架，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一个这样类似于联动的一个支架。然后呢，就是这次主体的一个手型了。手型方面呢，一共是额外给到了4对啊。首先就是各种不同程度的一个开掌手型啊。首先就是这个全开掌，以及这个比它稍微程度低一点的，然后就是这个程度最低的，类似于放松手的一个开掌手型啊。
然后呢就是一对这个握持手，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个在当时看来可能没什么意义的一个握枪手啊，但是在25年的今天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这个敖丙后面出了一个彩透版，这个彩透版是带了一个这个枪的，所以说这个握枪手呢就是给后续那个彩透版的一个枪来进行一个使用的。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喷气背包。这个喷气背包呢，跟我们敖丙直接进行一个替换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国风的装甲后面突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喷气背包，我觉得有点丑啊。所以说这个喷气背包我就一般就不会再去使用了。然后呢，就来到了这次的这个武器啊，武器我们一件一件来说。首先就是这样的一个枪。这把枪呢，其实在这个设定里是叫做这个龙牙叉啊，不过也确实啊，这个枪头这里其实是一个叉子的这个造型啊。整体这个配色呢就是蓝白的一个配色，点缀了一些这个金色。然后搭载方式呢，可以看到这个枪身上是有这个凹洞的啊，直接把这个刚才握持手型直接插进去啊，就可以完成一个搭载了。然后后面两个配件呢，我们需要一起说啊。首先是这样的一个刀身，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刀柄，然后我们将它先组合。组合完成之后呢，我们拿出这个透明的一个刀刃啊，我们将它划到这个刀身前方的一个插槽中。这样呢，我们就组成了这个龙牙长刀啊。这应该是这个敖丙武器里，我觉得比起那把龙牙叉啊，应该是最帅的一把了。整体的这个分色呢比较多，而且这个造型呢，我也觉得比这个龙牙叉是要更好看一些的啊。然后此时呢，我们来做一个替换。首先把这个刀刃先拔掉，换成这个大的一个刀刃。然后我们将后面的这个手柄呢也拔掉，换成一个短的这样的一个手柄。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龙牙短刀啊。这把短刀我觉得也是比较漂亮的啊，而且这个刀身上有大量的这个银色的玉涂装，整体的这个颜值呢也是非常高的。当然啊，你也可以完成这个混搭啊，就比如我比较喜欢的一种就是把这个短的柄给它拔掉，然后换成这个龙牙长刀的一个长柄，这样就组成了类似关刀一样的这个一把刀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魔动盒是有关羽的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组成一把这个武器，我觉得也是效果很不错的一种选择。那么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次敖丙我能说的全部的内容了。其实对于这款模型我还是有一些小愧疚的，其实我想去更系统的更加细节的去讲一讲这款模型啊，但是可惜我的这个设备以及这个环境导致，所以说我没法去把这款模型讲的那么好那么细啊。但是不妨碍啊，这款模型依旧以3年之后的眼光来看，依旧是一款无论从素质无论从颜值还是这个配置来讲都是非常优秀的一款国模啊。虽然我知道这个在今年的4月份出了这个一个元灵皇帝啊，依旧是这个199带龙的一个配置，而甚至于说这个元灵皇帝的这个主体啊比敖丙还要大，然后那条龙呢比敖丙的这个寒沙龙还要大，但是我觉得即使它的这个到来呢，也不会说让敖丙一下就失去了这个地位啊。再加上现在元灵皇帝的价格并没有降到一个正常的价格，现在是220、230，比起它原价199呢是有一些溢价啊。所以说，我觉得等元灵皇帝它把它的那个价格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起码降回原价吧，我觉得才能有机会去跟敖丙竞争一下啊。虽然我不想谈什么所谓的功绩论啊，但是说实话，如果没有敖丙当时这个199铁骨带龙的一个开卷的一个势头啊，我说实话，如今的国模并不会出现如此百花齐放而且这个便宜的一个环境啊。然后至于这个网上说这个玩魔动盒都是潮哥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吧，毕竟我有这个魔动盒的我远视以及这个敖丙，再加上我还玩过一些其他的国模，再加上其他的这个 KO 还有万代的一些高达。关于这种言论呢，我这样说，有时间呢去在网上评判别人的这个作品，然后天天去当这个所谓的这个交警，那你莫不如去把各个品牌的这个模型都去买来玩一玩啊，都去拼一拼，无论比例，无论品牌，无论是正版还是 KO 啊，买来拼一拼，对吧？手上做永远比这个嘴上说要来的实在。
那么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关注，记得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